狮子座换新运实际上要到过完春节开春以后啊，所以1月呢比起做什么不做什么会显得更重要，降低期待值，1月会让自己更顺。狮子呢也不要认为说短期一时的有一些低迷啊，或者说身体有些毛病啊，或者说生活有些问题等等，自己就会一直这样下去，不会的啊。狮子座25年其实是起运的，因为土星要换做到白羊了，对狮子是很好的。那眼下的一些问题出现呢，只是为了让狮子你要去正视它，去加强重视，去处理它。比如说经过1月份，狮子的身心健康啊会经过调治而变好，或者有的狮子此时可能是你要去照料别人，那么对方的健康也会在你的照料下有好的迹象。基本呢1月狮子投入在体重啊、身材啊、健康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工作读书呢，下旬20日太阳换座之后，狮子有机会把一些繁琐的任务告一段落，或者是交接给别人。事业生活中的贵人运呢都开始变好，这个贵人呢不一定是多大的贵人，可能就是藏在狮子的周围啊。那你本来也没有想从对方那里获得好的建议，只是可能随口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结果呢对方告诉你一些他的经验，狮子座你尝试之后发现其实很管用的。因此呢下旬狮子要学会张口，多向他人说一说自己的事情和难题，说不定就能得到意外的收获和解决。1月上中旬呢，看到狮子要么呢就是这个时候时间比较紧，任务重，容易被使唤来使唤去，有一种压榨感啊；要不然呢是一件事情它的一个时间周期拉得过分长，很容易打击到狮子的信心，干劲不算太足。总之呢内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感，直到下旬太阳换座之后会逐渐得到改善。另外1月呢狮子找工作换工作的运和洽谈运都是不错的，有机会谈下 offer， 客户与合作可以好好的把握。财运呢狮子座1月有2大好消息，一呢是花销破财的迹象会有所收敛和缓和，盲目冲动消费的那个劲儿啊这个时候会降下来了，会有所管控。另一个好消息是狮子的偏财运不错，偏财呢它就包括别人给你送东西啊、请客啊，或者是业绩的提升、加薪，或者是升款、批款、申请一些资金，在这个时候可能签下了合约到位了，通过了啊，也对应到正确的投某资等等。或者有的狮子呢今年应该年终奖不错啊。感情和人际方面，狮子1月呢虽然小人是非运有所下降，但是桃花还是不佳，很容易爱错人啊，或者是有点上头啊，对感情失望啊等等。单身的如果对方愿意给你花一些资金，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否则的话狮子就要注意一下是否是一些单方面的付出，对方有没有给予自己一些对等的回报，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伴侣的狮子呢本月感情当中容易激动啊，情绪起伏比较大，工作当中你和感情关系当中你是判若两人的，那行运建议一定要理性沟通，情感的表达勿太剧烈啊，那样是不利于关系的持续的。那就祝所有的狮子座新年调好健康，平稳情绪，吐故纳新，翻身转运，好运啦！我是爱大范老师，用心理心学活好自己，重新和自我交朋友，拜拜。白羊座25年开年不错啊，水星恢复盛行呢，让白羊在考学方面以及跟外界思维观念碰撞方面会变得顺利，学东西会学得很快又很深入。前段时间呢水逆的时候，一些学知方面啊、差旅啊、跨界转型啊、辞职啊等等一些计划容易停滞拖延，但是呢接下来白羊有机会重拾计划，并且很高质量的去完成它。这既会体现在白羊的考学工作方面，也会体现在你们的生活方面，比如说饮食啊、减重啊、睡眠等等。那么1月在这些方面的推进都会看到成效，并且白羊开始对自己好了。就之前你们做一个事情设定一个目标，就会对自己很狠啊，特别着急，逼自己逼到不行，身边人有的时候也被你们折腾的够呛。但是进入到25年1月呢，随着金星进入到12宫和土海的一个汇合，白羊这次会让自己舒服一点。刚说了，你们12月末到1月份是努力的，是进取的，但是这种努力不是以牺牲什么为代价去努力的，比如说为了某一个任务，为了某一个人去熬一个大夜啊，白羊不会再这么做了。你们会反省说这样不值得，事情确实也是要做的，但是我也要更好的去对待自己。所以呢1月份白羊会让自己舒适的去努力，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还有一个进步我看到的是白羊不再那么催促和焦虑时间了，会变得更加稳，也更能去面对一些结果的得失。虽然呢1月中旬差不多15日到19日左右啊，你们的压力会有一点点大，或者你面对了一些事情它没有按照预期，导致了白羊的有一些状态的起伏，但是你这个时候仍然会去劝自己，跟自己讲说不要着急，没有关系，放平心态，慢慢来，不放弃总会变好的。就是白羊居然开始自我开解了，或者说这个时候别人如果来劝说你们是能够听进去的。总之呢你们会对人对事的这种心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会让白羊生命很多的事情和关系有一种自然的一种突破和新的一种促进，这是非常好的。那事业生活方面的白羊1月份容易向上社交，一方面有的白羊会辞职或者是转行，也可能会差旅啊，去到其他地方开会工作，或者开启对接新的业务和项目。冥冥当中呢你们会被带到更高的地方，迎接更高的挑战，也比较容易被带热度啊、带话题啊、带入局啊，就是被人 Q。 本来呢可能跟自己没有那么大关系的一些人事场合，在这个时候呢跟自己却关联上了。虽然这种 Q 啊不一定是白羊意料当中的，或者是你期望的，但是呢都会让人们看到白羊不一样的一面，比如说觉得你还有这么可爱的样子，或者是一种反差萌等等的。
大部分对白羊来说是一些好的发现，桃花呢也很容易去藏在这个当中，有一点点意想不到的地方来的。另一方面呢，有的白羊没有变换工作，但是呢会跟领导啊、上级单位部门或者是一些重要客户接触会变多，那这种呢就需要好好表现了，不可以怠慢，因为你的一举一动呢，此时在领导客户的眼里是特别显眼的，他们会特别在意，就是你做得好可能会有礼包，做得不好可能也会被直接批评啊、打压啊、不买账啊等等的。但是好的地方是对方这个时候不会故意为难你们，没有小人运，所以呢，如果遭遇到这类情况，白羊也可以自己反思一下，可能真的有一些问题自己是需要去改正一下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成熟。另外呢，白羊12月末这周到1月份呢，在这种考学啊、教育啊、会议啊、研究啊、差旅啊、互联网、外语外贸、异地海外以及精神探索等等方面的运是非常发达的，研究精神非常旺盛。基本呢，你1月份把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个上面去钻研它，这个回报都会很高，不会太白费力气。而且你们钻研的东西往往都是对你现实很有用的东西，比如说能够帮到你的学业、事业、收入等等的这种啊，回报低了，你们这个时候不会去做。而这种回报快的话，它会在1月20日之后就会逐渐体现出来。此时呢，白羊会有一个对外展现的运啊，很容易被看到，或者是被议论到，也会跟团体各类人靠得比较近。刚刚说了，白羊1月容易被带入嘛，就自己的工作生活跟他人，甚至一些挺远的关系产生关联，去加入其中，或者是跟别人互动。所以呢，白羊11月这种人际朋友运也是相当旺盛的，也会跟你们的事业财运非常相关。这也意味着你们蛮需要去注意一下自己对外的一些言行举止的，因为影响面在这个时候会被扩大。感情家庭方面的白羊1月份，家人或者是亲密关系容易时好时坏啊，也可能是家里面事情不少，你们很可能会被呼来叫去。尤其是7日火星逆回到你们星盘的家宅宫位之后，接下来这20多天的时间，家庭的一个局面挺需要白羊费心去摆平，维系一种和谐，或者是你需要顾及到方方面面的人事想法。但是呢，白羊未必会表现出来啊，你们可能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觉得有点烦、有点焦虑、有点不安，但是外人觉得你们比较风轻云淡，甚至觉得说你们没有受到影响，你们甚至有点没有心啊。但是其实白羊内心还是有比较多顾虑和想法的，有的白羊这个时候也会有一种念旧的感觉啊。好在白羊1月份朋友运是不错的，尤其是月底啊，有机会和朋友啊、同学见面聊得还很不错，还有这种网友也可能跟这些人的沟通会比跟家人要顺畅。桃花呢，这个月稍微有一点点寡，要不然就是没有，你也没有这个心思，要不然就这个桃花有点问题，比如说是旧人，但是你俩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这个桃花不是那么靠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不是在你意料之中出现的，现实当中看起来不太可能在一起，所以呢，除非是你本身就有对象，那这个时候倒是能够往前把这个关系再推一步，比如谈婚论嫁、结婚生子，或者是把关系公布，让更多人知道。否则的话，这个月白羊脱单的概率比较低，这个感情的进程会比较缓慢。那财运方面呢，白羊上个月花的有点猛，这个月呢在支出方面会好一点，可能还是会给这种家人亲友这种必要性的破财花费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你们会有一个对内对外的财务的管控啊，不会那么没有数。收入方面呢是属于正常啊，跟你们的职级会比较相关，就比如说你的职级地位或者是你的单位职级有所提升的话，那么在1月份你的收入就会升一级。如果职级咖位是没变的，那么收入也差不多是没有变化，你该得的就是你自己该得的，包括一些奖金什么的。那美容健康方面呢，白羊近期内核会有一个调整，比如说你去看周某医，或者是你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作息、运动等等，所以精神状态和皮肤的气色整体会有一个提升。但是很有趣的是，外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你如果不化妆自己去照镜子，能够感觉出来自己的气色、肤色变好。当然你的肠胃啊、妇科啊、骨骼啊等等这些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那要祝所有的白羊座新年站在新的起点，扬帆起航，好运啦！我是艾达范老师，用心理心学和自己重新交朋友，拜拜。